各位属龙的朋友，请先停下手中的事，冷静听我几句重要提醒。2026丙午马年确实是你们能量上升、贵人相助的年份，全网都在恭喜你们龙马精神，但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风水隐患。虽然命宫敞开，八方来财，你们的财库底下却因流年冲击，悄然裂开了2道口子。这2个口子对应着2个绝对不能触碰的方位。如果2026年你的办公桌、床头或投资方向压在这2个方位上，即便收入千万，也可能财来财去，难以留存，甚至反遭损失，形成有财无库的局面。这并非危言耸听，而是依据天干地支与刑冲克害的严密逻辑推出的结果。在接下来1整年里，我将在汇点生活频道持续发布属龙朋友的避坑指南与风水预警，帮助大家既接住好运，更守住财富。请务必关注本频道并开启提醒，这份关于守护与清醒的约定，或许正是你稳住江山的关键。现在让我们定神凝气，一起直面这个关键问题。为啥2026年看起来是大吉大利的主龙人，偏偏要面对财运漏光的巨大风险呢？首先咱们得明白一个易学上的道理，越是能量强大的年份，它带来的那股子劲恶的副作用也就越明显。2026年丙午年，天上干是丙火，那是太阳真火，地上之是午火，是火最旺的地旺状态，这简直是火上加火，热浪滔天。对于你们属龙的朋友辰土来说，火生土，这确实是应星来生福自身的好格局，代表着有贵人撑腰，有靠山帮忙，有资源可用。但是请你千万注意了，辰土它不单单是土，它在五行长生12宫里还是个水库。在五行里面，水代表啥？水就代表财。马年这一把大火烧起来，一方面呢是温暖了你命格里可能偏湿寒的底子，另一方面它也在疯狂地蒸发你库里存着的那点水财。这就好比你再烧一壶水，火势太猛了，壶上要是没个盖子，水一会儿就烧干了。而我要说的这2个禁忌方位，就好比是被一把掀开的壶盖，是水汽呲呲往外漏的缺口。一旦你踏进了这2个方位的磁场里，原本生旺你的那股火，瞬间就会变成烧干你财库的烈火。这就是为啥好多属龙人明明走好运的年头，反而破了大财的根子。他们光看见钱进来了，没看见那个更可怕的往外漏的大窟窿。那么这第一个绝对不能去的方向，这第一个大窟窿到底在哪呢？请你现在就拿出的手机，打开指南针功能，或者在你家的户型图上用红笔狠狠地打上一个叉，那个地方就是正北方子位。听到这，估计很多朋友心里头咯噔一下，甚至想反驳我，李明亮老师，不对啊，龙辰和树子不是申子辰、山河水局里的好朋友吗？树不是我们龙的贵人吗？怎么北方反倒成了禁区了？各位问得好，这就是流年运势奥妙的地方。风水是轮流转的，此时一时比一时。在平常年份，北方确实是你们的吉位，是贵人方。但是到了2026年，情况来了个惊天大逆转。2026是马年，午马在方位上代表正南方，而正北方子呢，正是跟太岁爷所在的正南方午发生最剧烈冲撞的方位，这叫岁破方，也叫冲太岁。更要命的是，2026年最凶的三煞星也恰恰盘踞在正北方。这意味着啥？这意味着2026年的正北方就是一个水火不容、刀光剑影的大战场。你想想看，属龙人虽然跟属人是朋友，但在马年，北方正上演着子午正冲，那是大水与猛火的直接对轰。这时候你要是往北方去，或者长时间在你家的北方待着，就等于是把自己塞进了水火大战的正中间。龙是湿土，最怕的就是这种极致的硬碰硬的冲撞。那么这种冲撞具体是咋让你漏财的呢？我李明亮给你举几个实实在在的场景，你务必拿着对照一下自己。第一，如果你在2026年选择去北方拓展业务、签合同，
你十有八九会碰上对方毁约，甚至是诈骗陷阱。因为碎破就代表着破裂，代表一切都悬乎乎的，不稳当。对方给你的承诺会像肥皂泡一样，在水火对冲的冲击下，啪一下就没了。你投进去的钱就像扔进了正在刮台风的海里，连个水花都看不见就沉底了。第二，如果你家的卧室或者你的办公桌刚好就在房子的正北方，那么2026年你会发现自己的脾气变得特别躁，情绪像坐过山车，特别容易脑子一热做出冲动的投资决定。因为北方是子水，马年是烈火，水火一冲，人的心神就定不下来，你会莫名其妙的就想赌一把大的，说哈了就想走捷径，结果往往是赔得血本无归。这种漏财是你自己心里头的魔鬼被这个方位的煞气给勾出来了。第三，北方在身体上对应着肾、膀胱、泌尿系统和血液。属龙的朋友要是2026年在北方住久了，或者床头朝着北方，很容易引发这些地方的疾病，老毛病复发，这就叫因病破财。在2026年，这可能是一种最让人无奈也最耗钱的漏财方式。你会发现自己起早贪黑赚来的辛苦钱，最后大把地都送进了医院。所以李明亮，我真心劝你一句，2026年不管北边那个机会听起来多诱人，不管北方的风景有多好看，能不去咱就尽量别去。如果你家大门就是朝北的，或者床头没办法必须朝北，那一定得想办法化解，这个我们后面会细说。接下来我要揭开的这第二个吞噬属龙人财富的黑洞方位，比北方还要隐蔽，它的杀伤力更持久，也更容易让人放松警惕，那就是西北方虚位。为什么是西北方？在12地支里，西北方是狗戌的地盘，而在生肖关系里，龙辰和狗戌是辰戌相冲，是天生的对头关系。这本来就是你们属龙人的一个忌讳方位，但为啥2026年要特别把它拎出来警告大家呢？因为2026年是火旺之年，辰和戌都是土，大火一生，土就更燥更旺了。当火气烧到最旺的时候，辰戌相冲就不再是小打小闹的磕碰，会升级成山崩地裂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两座被烈日烤得焦干的大山猛地撞在一起，那结果就是石头乱飞，尘土漫天。西北方在八卦里属于乾宫，乾卦代表天，代表家里的男主人，代表头部，也代表权力和天门。对于属龙人来说，2026年往西北方去，就等于是主动用自己的脑袋去撞天门，这种冲击会直接导致你的贵人运断掉。很多属龙人在2026年明明手上有好项目，领导也很看好，可只要往西北方向一出差，或者搬到了西北朝向的房子里，马上就会发现领导变脸了，合作方撤资了，之前谈妥的一切全都泡汤了，这就叫冲开财库。请注意，这里的冲是把你财库的大门给撞坏了。财库大门坏了是啥意思？意思是以后不管你赚多少钱进来，那门都关不严，钱进来转一圈，顺着门缝就溜走了，根本存不住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西北方在2026年往往还带着是非和口舌官司，如果你往西北方去谈生意，极其容易陷进合同纠纷里，甚至惹上官司。为了打这场官司，你得耗光心血和钱财，这同样是漏财的一种。而且辰戌冲，冲的是库，对于做生意的属龙老板来说，这代表你的仓库会压货，产品卖不动，资金链要断。对于上班的属龙朋友来说，这代表你的存款会因为突如其来的倒霉事，比如交通事故、高额罚款、各种赔偿，一下子被清空。所以2026年的西北方就是属龙人的是非之地、破财之地，千万别觉着那里有什么机会，那里只有等着你的深坑。说完了这两个绝对禁区，我知道很多朋友心里开始打鼓了，因为日子总要过，人不可能完全不动弹，甚至有些人的家就在这两个方位上，或者公司派差，非去不可，那该咋办？难道就只能干瞪眼等着破财吗？当然不是。
老祖宗的易学智慧讲的就是趋吉避凶，我们把问题指出来，就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它。接下来，我李明亮就把自己琢磨多年的秘籍交给你们，请你一定拿笔记下来，并且照着做。首先，针对正北方岁破加三煞的化解，既然北方是水火大战，煞气重，咱们不能硬扛，得用通关的法子。在五行生克里，金能生水，同时火克金，也会消耗掉一部分火气，所以金是平衡这场南北战争最好的和事佬。属龙的朋友，2026年，如果你的卧室或办公桌不幸在北方，请务必摆上一对铜葫芦或者圆形的金属摆件，比如铜钱、铜钟、铜铃铛。为啥推荐铜葫芦？因为葫芦口小，肚子大，能收住不好的气场。铜属金，能镇住北方的煞气，同时葫芦谐音福禄，也保健康。金属那种沉甸甸的质感，能压住水火冲撞带来的各种动荡。如果你家大门就朝北，可以在门口铺一块白色的地毯，白色五行属金，能用颜色来转化门口的气场。同时，2026年一整年，北边的窗户尽量少开，别让外面的煞气直冲冲地灌进来，保持北边位置的安静，光线暗一点，绝对不要在北方放任何红色的东西，比如红地毯、红灯笼、大红花，这会儿激怒火气，彻底引爆水火大战。如果工作上实在没办法，必须去北方出差，那就在身上带一个金属的饰品，或者白水晶的挂件，当做你的护身符。其次，针对西北方辰戌相冲的化解，西北方是硬碰硬的土土相冲，解决的思路要用合。在命理学里，卯、兔和戌、狗是六合的关系，所以咱们借用卯木的能量去合住西北方的戌土，就能解开辰戌之间的对冲。属龙人2026年，如果非得面对西北方，或者家里大门朝西北，可以在这个方位摆放一个木雕的兔子摆件，或者养一盆枝繁叶茂的绿色植物。木能疏松干燥的土，也能合住虚土，让它别再来冲撞你的辰龙。这么一摆，原本的敌对关系就变成了可以合作的关系，你财库的大门也就关严实了。另外，西北方在2026年最忌讳动土，如果你家西北边要装修、打孔、钉钉子，请一定先停下来。在太岁方位上动土已经是大忌，在这个和你生肖相冲的方位上动土，更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。一定要保持西北方的干净整洁，别堆乱七八糟的杂物，尤其是金属的刀剪、破掉的旧物件，这些东西都会加倍引发冲撞的破坏力。除了这些风水上的布局，从做人做事、修心的角度，我李明亮还要再给属龙朋友3个指漏的建议，这比摆什么风水物件都更重要。因为风水是外力，你自己的心性是内力，内力要是稳不住，外力摆得再齐整也白搭。第一，2026年严禁给人做担保，甭管是这2个方位来的朋友，还是利息给得多高，千万别替任何人担保，也别轻易把钱借出去，因为财库有漏洞的时候，钱只要一出手，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根本收不回来。你要学会哭穷，学会把活钱变成不容易动的资产，比如买房子、买食物、黄金，别在手里留太多现金。现金在2026年对你来说就像水一样，特别容易从这个漏那个漏里流走。第二，死死控制住自己的欲望。属龙人在2026年火旺之年，心火也会特别旺，容易冲动消费，容易看不上小钱。你可能会想，这点钱算什么？我今年运气好，随便就赚回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漏财的开始。请你一定记住，大江大河都是无数小溪流汇成的。在2026年，你得养成记账的习惯，每一笔超过1000块的开销，都让自己冷静3分钟再做决定。离赌博远点，离那些高杠杆的投资远点，特别是那些承诺你短期就能翻倍的项目，那通常就是北方或者西北方给你扔过来的鱼饵，专门钓你这条件龙的。第三，格外关注自己的脾胃，辰戌相冲，冲的是土，土在身体里就代表脾胃。2026年，
属龙人很容易因为应酬多、压力大，把脾胃搞出毛病。你赚的钱要是最后都送给了医院，那也是最大的一种漏财。所以少吃生冷油腻的，酒也尽量少喝，把你后天之本脾胃给护好了，身体底子棒，人的气场就足，你财库外面的那圈围墙自然也结实。朋友们，2026年对于你们属龙人来说，确实像是一艘装满了金子的宝船，正朝着成功的岸边开。但是这条大船的船底现在有2个排水洞，一个在正北方，一个在西北方。要是咱们装看不见，任由它漏，那船沉人财两空，就是早晚的事。今天我把这2个要命的漏洞清清楚楚地指给你看，不是为了让你焦虑害怕，是为了把堵漏的塞子亲手交到你手里。运气这玩意儿，永远是留给那些有准备、有头脑的人的。当然，不同年份出生的属龙人，对这2个方位的感应程度也不太一样。大家可以对号入座，重点防范。1964年甲辰年出生的属龙朋友，你们要特别注意北方，因为年岁渐长，北方的冲撞直接影响到你们健康的根基。2026年尽量不要去北方旅游，尤其是气候寒冷的北方，容易引发心脑血管和肾脏方面的老毛病。对你们这辈人来说，守住了健康，就是守住了儿女的福气，就是最大的守财。1976年丙辰年出生的属龙朋友，你们要特别警惕西北方。你们现在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期，手里多少有点权力，西北方冲击的正是你们的权威和名声。在单位里，如果有来自西北方向的派系争斗，千万别往里掺和。如果有从西北方来的烂桃花，千万别招惹。守住了做人的底线，守住了自己的名节，就是守住了下半辈子的安稳和富贵。1988年戊辰年出生的属龙朋友，你们2个方位都得重点防，因为你们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既要赚钱养家，又要照顾老小，根本输不起。北方的投资陷阱可能会掏空你的积蓄，西北方的职场冲突可能会让你丢了饭碗。建议你们在2026年采取守势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别盲目扩张生意，也别轻信陌生人给你画的大饼。2000年庚辰年出生的属龙朋友，你们年轻火气旺，最容易北方的花花世界迷了眼。2026年不要为了所谓的面子在北方大手大脚花钱，也不要为了所谓的哥们义气在西北方替人强出头。学会攒钱，学会有规划的花钱，学会拒绝那些没用的吃喝应酬，是你们今年最重要的功课。你们的财库还在打地基的阶段，地基要是没打稳，以后想盖多高的大楼都难。最后，我想对属龙的朋友说，命运的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，但看懂运势这张地图同样关键。2026年的地图上既标有宝藏，也标明了雷区。愿你们做勇敢又聪明的寻宝人，稳稳绕开风险，牢牢抓住属于自己的财富。真正的强者不在于攻下多少城池，而在于能守好自己粮仓里的每一粒粮食。视频结束前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一次能量确认，这不是迷信，而是一份积极的心理约定。请在评论区写下丰库止漏，财源广进，我接住了。这是你对自己潜意识的指令，也是向世界发出我要守住财富的信号。当所有属龙人齐心发出这个愿望，集体的正念便能助我们稳住财库，让它牢固如铁桶。我是李明亮，在汇点生活与你同行，持续为大家留意天时地利的变动。这条干货视频建议收藏，在做重要决定或出行前不妨对照查看。如果觉得有帮助，请点赞并分享给身边属龙的亲友。帮人守财亦是一份善意，你传递的好心终将回馈于你。关注汇点生活，接下来还会分享2026年属龙人催旺正财、避开桃花劫的方法。下期再见。